在 F1 的领域里，每当诞生出一门黑科技时，总会经历一个循环。首先，人们会注意到这台黑科技赛车外观上或者是操控上的不寻常。其次，赛车圈速的巨大提升会让别家工程师们开始着手研究。紧接着，竞争对手们就会以黑科技打破了围场平衡来疯狂抱怨，开始着手以不同的角度去举报，试图让它消失。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研发属于自己赛车的同等黑科技太耗费时间与金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动悬挂系统，大家往往都是一边抱怨一边暗自研发。如果短时间内研发不出来，抹不平巨大的劣势，就会像风扇车一样受到围场内的政治压力，被迫退出。如果研发得出来，就会像威廉姆斯 FW15C 所经历的那样。各家的主动悬挂系统与电控单元在1993赛季下半段百花齐放，最终 FIA 以安全性为由出面禁止。然而，另一些黑科技往往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积累，通过对技术规则漏洞的挖掘或是灵光一现的想法，就可以换来无数金钱都买不来的绝妙方案。比如布朗 GP 的双层扩散器和迈凯伦 MP425 上的 F-Duct， 以及本期视频所要谈的额外的制动踏板。1996年的冬天，迈凯伦首席工程师史蒂夫·尼克尔斯在父母家中享受着圣诞节假期。尼克尔斯曾经在研发出了半自动序列式变速箱的传奇设计师约翰·巴纳德手下工作。在巴纳德离开迈凯伦加盟法拉利后，尼克尔斯成为了迈凯伦的首席工程师。迈凯伦 MP43 和传奇的 MP44 都出自他的手下。虽然风扇车的设计师戈登·穆雷声称 MP44 是基于自己的布拉汉姆 BT55 所打造的，让 MP44 的成功蒙上了一点点争议，但这就是以后视频的讨论重点了。随后尼尔科斯辗转法拉利、索伯和乔丹，最后在1995年末回到迈凯伦。而这时候的迈凯伦竞争力并不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梅奔引擎拖了后腿。这天，躺在浴缸里的尼克尔斯突然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受当时轮胎规则的限制，赛车的后轮很薄，而前轮很厚，所以通常情况下，车队都会把赛车使劲地往转向不足调。而如何抑制过多的转向不足呢？有时候高端的黑科技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原理，在其中一个后轮上安装单独的刹车，在弯角中施加更多的扭矩，不就解决了？这一幕像极了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阿基米德定律的样子。只是尼克尔斯并没有裸奔着在家里大喊尤里卡，他马上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研发部门主管帕迪罗威，这个项目也很快得到了批准。而实施这个想法也很简单，只要安装一个额外的制动总泵和制动踏板，再通过制动软管连接到其中一个后轮的刹车卡钳，这样如果车手踩下正常的刹车踏板，那么两个后轮都会制动；如果只踩下额外的踏板，那么就只会制动一个后轮。既然可以实施，那么就只剩规则方面的顾虑了。迈凯伦首席测试工程师蒂姆·高斯在通读了新赛季的规则手册后，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他们成功找到了规则中的漏洞。1997年，米卡哈基宁开着3个踏板的迈凯伦 MP42 开始了测试。尼克尔斯特地调整了额外刹车总泵的压力，车手需要更用力踩下第3个踏板才会触发额外的刹车，这样就不会出现误触然后赛车突然 spin 的情况。哈基宁开的第一圈就把成绩提升了半秒，是个岌岌可关的成绩。但实际上，这个额外的踏板在一开始是为迈凯伦的另一位车手库德哈德所设计的，因为库德哈德本身就习惯开转向不足的赛车。尼克尔斯希望库德哈德在赛车本身就转向不足的情况下调试这项新技术，但库德哈德同时又是一个很古板的人。首先，他不习惯拨片离合，更喜欢踏板离合，这就意味着他的座舱里将会同时出现4个踏板。其次，与哈基宁左脚刹车不同，库德哈德习惯右脚刹车，所以库德哈德觉得这额外的踏板很奇怪，非常不得劲儿，而且车队暂时找不到安放第4个踏板的位置，于是这个机会就给到了哈基宁。这项技术逐步成熟之后，于1997年的加拿大站初次登场。迈凯伦会根据赛道特性来决定把额外的刹车安装到哪一个后轮上，在一些中高速弯比较多的赛道，这项技术大放异彩。外侧的车轮被施加了更多的力矩，而内侧更少，从而形成了横摆力矩来克服转向不足，把赛车送进弯角。在一些高速弯，如果不想失去速度，那么车手就需要同时踩下油门以及第3个踏板，这对车手的驾驶习惯来说是很大的考验，但会换来赛车在空气动力学上的稳定性。当然，梅奔引擎配不配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库德哈德在习惯了这种驾驶模式之后，也逐渐中了真香定律，开始在座舱里打架子鼓。
然而1997年的迈凯伦竞争力并不强，这多半要归功于梅奔引擎的稳定性。但赛季中期休完了花园假期的纽维从威廉姆斯加盟迈凯伦，他一上任就改造了 MP42 的前翼，在奥地利站把库特哈德送上了亚军的位置，但哈基宁连一圈都没跑完就因为引擎故障退赛了。再加上库特哈德在上一站意大利拿下赛季第2胜，连续2站的好成绩也吸引了媒体的注意。F1 Racing 杂志一位名叫达伦西斯的记者此时完成了拍摄工作，回到办公室开始冲洗胶卷。当他看到自己拍摄的2台迈凯伦赛车时，他惊讶地发现2台 MP42 在弯中以及出弯加速的地方，后轮的刹车盘都变红了，这就意味着2位车手都踩下了刹车。一台有可能是意外，但2台同时出现这种现象肯定是暗藏玄机。然而出弯踩刹车这种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车手想整活，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那就是 MP42 搭载了一个额外的制动系统，可以单独制动其中一个后轮。在与杂志社编辑马特·皮肖商量过后，2个人决定打个配合，在下一站纽博格林赛道举办的卢森堡大奖赛一同揭秘这个深藏于座舱内的秘密，并取得独家新闻。而想要拍到独家照片，唯一的方法就是等赛车退赛，趁着没人管的时候上去一顿拍。达伦西斯让马特·皮肖在英国的杂志社总部通过电视时刻关注比赛情况，一旦有迈凯伦赛车退赛就立刻打电话通知自己，然后自己飞奔过去拍照片。而梅奔引擎则献上了神助攻，哈基宁和库特哈德分别在第9圈和第10圈在领跑时接连因为引擎故障退赛。不过这时候电视上正好在放广告，皮肖没能及时给西斯通风报信，但西斯离2台赛车的距离都不远。不过遗憾的是，库特哈德下车后把方向盘又装了回去，西斯拍不到库特哈德架子鼓一样的4个踏板，而哈基宁则拎着方向盘回到了维修区。西斯得以把手伸到座舱里面，以单身30年的手速疯狂按快门，然后他就拍到了震惊围场的独家照片，也验证了西斯的猜想。习惯拨片离合的哈基宁座舱里本应只有2个踏板，但却出现了3个。哈基宁座舱内的踏板设计被泄露之后，伦丹尼斯简直要气疯了，他怀疑这是竞争对手派来的间谍干的。直到他得知这些照片是在赛道上拍摄的时候，他就没话说了，估计只能告诉2位车手退赛以后一定安好方向盘，然后背地里再骂2句梅奔引擎。但机密已经被泄露，所有竞争对手此时开始试图弄清楚迈凯伦到底在搞什么，并且疯狂翻阅规则手册来验证其合法性。不过1997年迈凯伦仅仅排在车队第4，只通过收官战小维伦纽夫的让车拿到了全年唯一的1-2带回，所以围场里还没有人把这项技术太当回事儿。但1998年的季前测试中，这种技术在迈凯伦 MP43 赛车上迎来了升级，车手通过掰动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第3个踏板制动左后轮还是右后轮，不像上一年每场比赛只能连接其中一个后轮了。虽然说操作又变复杂了，哈基宁和库特哈德也会抱怨，但比起圈速上的进步，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库特哈德说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如果可以让赛车圈速提升 0.1 秒，但代价是我必须一边玩手雷杂耍，一边倒着唱俄罗斯国歌，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学去做。因为对于赛车手来说，在提升圈速的路上，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迈凯伦把这种技术叫做 Brake Steer 刹车转向，然而就是这个名字给了竞争对手们举报的思路。罗斯布朗把它称作 Feed Brake， 就是在越野车和拖拉机上的同款刹车系统，也可以只单独制动一个后轮，并向 FIA 举报迈凯伦用了明令禁止的4轮转向系统，还给 FIA 发去了坦克转向时的照片，说它们其实是同一个原理。威廉姆斯怀疑这是一套电控系统，它会关闭所有的刹车并只留下其中一个后轮的，但当即被查理怀汀所否决，因为这简直太不要命了。普罗斯特则抱怨这会让车队花费数百万美元来研制对等的刹车系统，但这些都遭到了尼克尔斯和蒂姆高斯的否认。首先，这套刹车系统并不是自动的，而是手动的，如果是自动的那肯定违规。其次，这种技术根本没有普罗斯特形容的那么夸张，每支车队的运输卡车就有这样的装置，而一整套下来价格还不到50英镑。起初 FIA 声称这项技术合规，但看过了揭幕战澳大利亚之后，所有人都坐不住了。排位赛，哈基宁领先队友库特哈德 0.04 秒拿下杆位，而库特哈德则领先了舒马赫 0.7 秒，迈凯伦包揽头牌。发车后，舒马赫尝试攻击库特哈德却没有成功，然后在第5圈爆缸退赛，从此就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2台迈凯伦的位置。然而他们自己却整起了活儿。
二停窗口打开之后，哈基宁在第36圈和车队产生了误会，驶入维修区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坯房准备好轮胎以及加油枪，于是他又直直地开了出来，自罚通过维修区，把领跑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库特哈德。但和现在的法拉利有所不同的是，这场比赛两台迈凯伦把剩下所有的赛车都套了一圈，他们有这个能力，知道吧？最后一圈，库特哈德把领跑的位置让给了哈基宁，因为两个人在赛前已经商量好，谁先驶过1号弯，谁就拥有率先冲线的权利。所以哈基宁在赛后也来安慰库特哈德，迈凯伦展现出了屠杀新手村一样的统治力。在这样一场比赛之后，禁掉迈凯伦第3个刹车踏板的呼声越来越高。东侧宣布这项技术合规的 FIA 此时揪住了 Brake Steer 中的 Steer 不放，他们听取了法拉利的提议，声称这额外的刹车踏板是3轮转向，与4轮转向一视同仁，在下一站巴西大奖赛之前禁掉了这额外的刹车踏板。尽管迈凯伦一再向 FIA 解释这跟 Steer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名字一定程度上害了他们自己。不过迈凯伦并没有选择上诉，而是默默撤掉了第3个踏板。不同于威廉姆斯围绕主动悬挂系统打造出的 FW16 在1994年被拽下神坛，迈凯伦并没有围绕额外的刹车踏板来设计 MP43，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项技术早晚会被投诉，所以被 FIA 针对之后，迈凯伦的竞争力并没有大幅下滑，依然是火星车的存在。移除掉额外的踏板，丝毫不妨碍迈凯伦在第2站巴西再次包揽头牌，拿下1、2以及最快圈，也挡不住迈凯伦拿下全年16场比赛中的12个杆位以及9场胜利和5次1、2带回。最终，哈基宁拿下自己的第1座世界冠军，迈凯伦也收获了制造商冠军。就像纽维所说的那样，判断一项新技术是否合规，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前一天 FIA 还在说它合规，车队开始投入研发与制造，后一天可能就会因为超强的表现或是竞争对手的抱怨而遭到 FIA 的禁止。有时候一支车队会投入几百万美元来打造出自认为合规的黑科技，但可能还没比几场就被时而端水时而泼水的 FIA 砍掉，这是所有人必须接受的苦涩事实。